各式的第三方套件不一，有些最新，有些很落后，其实根本不清楚到底用了哪些元件。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呢，花大把的时间追溯来源，人员追着 log 跑，效率超级低。面对这些挑战啊，从 SBOM 自动的扫描、CI/CD 整合管控，到集中式的追溯它的资料库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解决。最近啊，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，金融资安人讨论的焦点啊，已经从传统的防御转向更源头的软体供应链安全。而这个背后呢，其实有着我们主管机关明确的方向。金管会呢，已经开始参考国际上先进的做法，尤其是美国政府在采购中要求软体业者必须提供 SBOM 的这项政策。这个趋势呢，告诉了我们监管机关已经将 SBOM 正式纳入金融资安的重点考量。先聊聊现在很多金融业遇到的问题。各式的第三方套件不一，有些最新，有些很落后，其实根本不清楚到底用了哪些元件。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呢，花大把的时间追溯来源，人员追着 log 跑，效率超级低。面对这些挑战啊，从 SBOM 自动的扫描、CI/CD 整合管控，到集中式的追溯它的资料库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解决。那这项政策只是纸上谈兵吗？当然不是啊。事实上，台湾金融业已经有先行者已经开始实施应用。举例来说，大型金控已经在中台微服务架构中导入了 SBOM 软体物料清单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就是透过 SBOM 的追踪，记录所有软体元件的组成，借此提高软体的透明度。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，未来一旦发生攻击事件需要还原，或是新的高风险漏洞出现的时候，团队都能第一个时间就能够掌控它的范围，进行及时的修补和应对。什么是 SBOM 呢？它就像食品的成分标识一样，能够详细的列出软体中用到的每一个元件来源和版本。金管会是希望金融业者在系统上线、维运以及采购过程中都必须要建立保存 SBOM。未来呢，如果软体有高风险的漏洞，能第一时间找到受影响的元件，迅速的应对，并且降低系统中资料外泄或者是被入侵的风险。那具体来说，应该要怎么实作呢？SBOM 啊，就很像是软体成分的标签，把我们用到的所有套件啊、程式码的来源都详细的把它列了出来。通常啊 ，SBOM 的自动化扫描都会整合到开发的流程里面，等于软体在生产线上设定了严格的品质安检。譬如说啊，用 SPDX 的报告检查每个元件的授权是不是合规的。那一般呢，又用 Cyclone DX 的报告检查有没有已知的安全漏洞。一旦设定好了这些自动化的程序啊，每次工程师更新程式码的时候啊，系统就会自动触发扫描，确保所有微服务和第三方套件都被检查过，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。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啊，每一次部署都会自动的产生一份对应的 SBOM， 并牢牢的绑定住修改者对应的时间和戳记。如此一来啊，我们就能够清楚的追溯每一次上线的版本到底用了什么元件。如果呢，再结合版本控制相关的系统，所有的变更记录就会能够全面掌控。这样的自动化对于每天都在跟合规啊、维运啊挑战赛跑的金融 IT 团队来说啊，简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效率提升。但是啊，要做得很漂亮，还要注重3件事情。第一，工具选对环境，也就是说呢，要能够扫描原始码，也能够分析 Docker 这类容器的影像档，甚至于连老旧的遗留的系统也不要放过。第二呢，重视资料的品质，能够追到深层的依赖，就很像外卖啊，你点了一份主餐，
但是餐厅用的酱料啊、面包、肉品，其实有可能跟不同的厂商交货，连背后的供应商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弄得一清二楚，并且呢，还有定期的检查检验。最后呢，资安的控管 ，SBOM 本身也是需要加密的，并且做好权限控管。当然呢，如同公司的配方一样，必须要把它锁在保险箱里，只要有钥匙的人才能够看得到，避免有心人士呢拿了这份清单攻击我们最弱的部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技术、跨部门协作，还有人员的教育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未来呢，还有 AI 的智能分析、即时监控 ，SBOM 管理会更加的智慧化哦。如果你也在金融科技以及软体供应链安全努力中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经验，或者追踪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我们其他系列的分享。我是 Ace，我们下次见。